我这里一天都烧到10多盘还有，几百盘还有，300-400盘还有。做鱼丸都是新鲜的鱼，不新鲜的鱼不好做。林慕龙14岁，因为生计跟哥哥一起学做鱼丸，至今已经做了50年，到儿子这一辈传了4代。以前的不管是半夜3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做，以前都是没冰的，一船一靠岸就买回来就马上做，全部都是用手工做。达豪的渔民对一年4季鱼的讯息了如指掌，可惜随着海洋的过度捕捞，现在的鱼品种越来越少。以前的鱼就不是单纯这那个鱼啊，以前的麻鱼啊、马鲛鱼啊、黄金鱼啊，什么鱼都有。那个鱼它的甜度或者新鲜度、轻度，比这任何鱼都好。做鱼丸的第一道难关是将鱼的骨肉分离。林慕龙几十年的苦功让他练就了一手绝活，虽然已经60多了，有点老花，却能凭手里的感觉将以多骨出名的那哥鱼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样拐一下，它的这个小骨头就出来。你现在你要叫人家手工要这样搞的都没办法做，都做的都搞不上人家需要，这速度太慢了。剔干净骨头的鱼肉，加入适量的盐水、淀粉和蛋清，然后开始用劲儿搅拌拍打。这是做鱼丸的第2道难关。看上去动作很大，但林慕龙一滴汗也没出，因为他早已摸索出用巧劲儿的方法。不过，过1000次拍打的繁琐，还是让愿意手工做鱼丸的人越来越少。拍到什么时候合适，也全凭经验。打下去是要着它打成有这弹性、有粘头出来了，这鱼丸搞得会滑就好。拍打不够，焦浆不吐，鱼丸松散而没有弹性；拍打过度，鱼浆变老，鱼丸就没了脆和嫩的质感。打的时候就是10分钟左右就好，你打时间太长了，它就发热。鱼肉发热容易变坏，腥味也会加重，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拍到起焦，就可以拿来捏丸子了。这水是差不多40度的温度，要放在水里面泡到它，等下这鱼接了以后才可以下锅。捏好的鱼丸要入锅煮熟，摊凉装袋才易于保存。煮鱼丸时，一丝丝的鲜香钻入鼻孔，整个空间充满鱼的鲜甜。煮熟之后的鱼丸浑圆光洁，富有弹性。林慕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毕竟正是靠着这门手艺成就了他的家庭和事业。好，里面坐。林泽龙是林慕龙的2儿子，18岁开始跟着老爸学习。除了杀鱼、做鱼丸，他还会一样特别的手艺。这2个就是卵了。墨鱼喜欢在远海的海洋深水中生活，每年春暖季节，由深海游向浅水内湾进行产卵。这黄鳝以前人家不知道了，就一起打下去吃，吃了这个红红的，就要肚子疼。
刚开始的时候是人家剥出来一个一个的拿去煎，吃了还不错，黏腻度是好了，打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去煎了。达豪人把它叫做墨鱼卵果，在平底锅用力压薄，再用猪油煎至金黄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鲜香，咬下去里面却还是滑嫩雪白，嚼着软而富有弹性。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大家一起干杯！干，给我真的。靠海吃海的渔民，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，将大海给予的食材进行再加工，让远在内陆的人们也有机会品尝到海味的鲜美。而在广州，有一位特殊的手作人，他在大都市里打造了一片无土的洁净田园。广东全年高温湿热，所以老广饮食喜好清淡。粤地对蔬菜的吃法多为白灼、啫啫。直接用盐水煮熟的白灼，既能保持蔬菜的原味儿，又不破坏它的纤维。啫啫青菜，则是老广独创的一种吃法。把蔬菜加料炒至80%熟，倒入烧至滚烫的瓦煲里，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配料中鱼露的鲜腥味道刺激嗅觉细胞，尝一口，香味浓郁。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！所有嘅菜都係我哋自己農場嘅。平安夜這天，新農夫譚卓南約了幾個朋友，一起分享自己養殖和種植的勞動成果。係。多謝阿姨，多謝阿姨。多謝。澳籍華人農業博士譚卓南在澳洲工作生活已有20年。6年前，他卻回到廣州，開始了他另類的手作生活。從這一刻開始，所有的種子就是進入的時候的話呢，它都是要在一個完全的離開地面。種子呢，其實它跟嬰兒一樣，你必須要進行很好的保護。你要對生命不是很在乎的話呢，就千萬不要碰農業。其實它是一種關愛的過程吧。一個年逾50、事業有成的博士，為何遠離妻兒，跑到農村種菜呢？當時我們有一個不是很健康的食品到了國外，然後引起了一些轟動。當時呢，我兒子呢就跟我說，他說：“爸爸，你叫奶奶也離開中國吧，他中國的食物都很危險，農業、養殖業對環境的那種重度的污染，就令到了我真的是覺得該留下來，為自己的國家做出一點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貢獻。”譚卓南是世界上水耕栽培技術的首席專家。5年前，在廣州茂峰山下的白山村，租了一個廢棄的採石場，作為他在國內水耕種植的實驗與參觀基地。剛剛播下的種子，經過3週的培育，就要移植到桌面上，在水的不斷循環過程中，慢慢長大。這種水的話，也就是一種叫做液態的土壤。我們的水量不能太大，因為太大的話呢，它會把那個根系，就是裡面的那個保護層給沖掉了。太小呢，它又喝不到水。水耕種植在發達國家已經大面積推廣，在我國只是近幾年才出現。水耕種植的桌面離地約1米高，蔬菜都種在草管裡。很多的蟲跟菌，有80%都是從地底下上來的。那麼這樣我們就會避免了很多病蟲害的發生。
那么我们就会减少了很多用药啊各方面，就基本上就不需要了。菜地的上空用网罩着，但还是有贪嘴的鸟儿钻进来偷吃。我们看到蝴蝶，或者是看到你看那边有鸟飞，其实进到我们这里来呢，它有一个好就是说呢，它是一种生态的感觉。这里生机勃勃，人类、蔬菜、鸟儿、虫子和谐共存。其实，在潭柘南来此种菜之前，这里是一块不毛之地。潭柘南想依靠水的不断循环，来推广让水变干净、让空气变洁净、让土地变肥沃的种植改造计划。我们每一次收菜完以后呢，像这个根呢，都可以留下来做一个有机肥的使用的。像这一种的话，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那个微量元素。就这种渣的话，我们一晒干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肥料，一个基质。在自然状态下种植出来的蔬菜，全身都是宝。谭卓南认为，只有食物健康了，吃食物的人才会健康。你给它一种爱心的话，它也会长势很好，就是一种关爱吧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道法自然。食物我觉得手工是比较好的，它会把我们的爱意、把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下去。谭卓南的种植方法并不难，但推广过程中却有人种得好，有人种得差。其实关键就在于，你是否对每一道工序都有要求，是否能达到标准。今天是农历15，郑锦辉、郑少军夫妻俩的果品店生意格外火爆。从早上5点到正午，店里师傅们手上的活儿就没歇过。这个叫做发粿，那叫山甲发粿，这个叫老汤煎。一到时令8节，潮汕人家家户户都离不开果。清明节爱吃破子粿，5月节你爱吃坚粿，7月半天王节爱吃红桃粿。潮汕果品制作技艺有500年以上的历史，也是广东地区的著名小吃。老郑家做果已经传了4代，27年前，郑锦辉自打开了果品店，生意就越发红火。潮汕人为什么如此热爱果？这果的原料又是什么呢？潮州凤凰山海拔1391米，是粤东第1高峰，山顶常年云雾缭绕，气象变幻多端。今天雾很大，看一下，哎，这里很多鼠的草。郑锦辉每年的农历10月到来年1月，都要上山来找一种野草。这个比较嫩的鼠壳草啊，它的硒就比较多，很多硒都连在一起。鼠曲草也叫鼠壳草，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痢、燥湿杀虫的功效。不过，郑锦辉采集鼠曲草却并不是为了治病。哦，这个鼠壳草就是要采这个比较嫩一点的，不要开花是最好的。做起鼠壳果来了，它就很好吃的，就是有这个口感很好。今天就采这么多了，够做200-300个。大家来帮忙。
原来，鼠曲草是做鼠曲果的主料。鼠曲果黝黑的外表，并没有添加任何色素，而是这种植物的原色。第一次煮的时候就这个苦涩味啊，这个水就不要。那第二次煮的时候，这个水就要流下来。郑锦辉倒下的是用米磨成的粉，这就是做各种果的主要材料。有一股很清香的味道，就是青草味道。就是不粘手，可说是强。别看现在郑锦辉动作熟练，说起各种果来都头头是道。其实刚开始做果品生意时，他的果品种少，馅料单一，为此他还专门跑到广州茶楼偷师学艺。我一个人就一下子买了12辆这个小车啊，这个点心啊，所以被旁边几个老太太都笑死了，说一个人吃这么多，他说好像是很多天没吃东西一样的。其实我就是要看着味道，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。蒸好的薯壳果色泽乌黑发亮，馅料丝丝的甜和果皮淡淡的野草清香的结合，使得入口软糯香黏，欲罢不能。潮汕果品种类繁多，如果说薯壳果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，那红桃果则是潮汕人一年四季最离不开的果品。只能每年嚟做好事拜老爷敬生啊，敬生每日最多是多用只红桃果。红桃果就代表潮汕味道。潮汕多侨乡，在海外的300多万潮籍华侨把红桃果也带到了海外。新加坡上一个月就是美食节嘛，他就是在我们这里订了几万个红桃果，本来就这窝就是要卖10天，但是一下子就3天就卖完了。红色是吉祥如意、好意头的象征，所以加了玫瑰红的食用色素做出来的果是粉红色的，颇为喜气。现在这个红桃果呢，也可以做成小吃，所以就加这个虾米啊，还有这个猪肉花生米啊、芹菜啊，还有更高级的就是要这个干贝之类的东西，就是海鲜。红桃果最好吃的做法是用油煎，可以加点鸡蛋，把果皮煎脆，咬下去却是香软的糯米饭，迂回鱼酥嫩煎，齿颊留香。潮汕果的吃法在外地人看来是既油腻又热气，可不煎不炸没好果，果吃的就是它的香酥。这种大米做成的小吃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精细考究，不花功夫是做不好的。果贯穿在潮人的整个生活途径中，暖胃、暖心。而在广东肇庆，让当地人无论去到哪儿，也会惦记当地的一种小吃。比起果来，那可是另一种大块头食物。
寒冷的冬日，拿上烫手的粽子，一层层剥开，浓浓的糯米香混着五花肉的干、绿豆的绵，入口松化、爽滑甘香。好似探險咁，草又高過人，路又高過人。一大早，苏少飞便和表姐带着几个壮丁去山里寻找2样重要的食材。一定要戴手套嚟摘咯，因為咧佢係戒手噶。这叶子不是普通的竹叶吗？为何要冒着受傷的危險，滿山遍野去找呢？啲芒葉咧，佢咧生長咗好似嗰啲竹葉咁樣長長嘅，但係咧佢唔係竹葉嚟嘅咯，因為我哋每年都會要用好多嚟包鹼水粽啊嘛，所以咧都要密密咁樣去揾咯。原來，這種野生植物就是我們平時包粽子用的芒葉。不過，肇慶獨有的粽子果蒸粽，用的卻是另一種葉子。少飛作為粽子鋪的少當家，必須找到這種原料。翻過嗰邊一邊嗰度一邊係咪啊？嗱喺呢度啦嗬，跟住啊。嗱，呢個冬葉咧就係我哋鄉下嘅本地冬葉啦。呢個冬葉咧就有保鮮作用啦，同埋咧可以清熱解毒啦。中葉是包果蒸粽的絕配，不過現在也越來越難收集了。而家就少人種啦。即係太平啦，而家啦，屋前屋後種啲啊，攞嚟自己啊，過年過節啊，包粽啊啲咁咯。呢啲啦，呢啲靚，又唔大又唔細咯，呢啲咯。今天葉子大豐收，不過少飛的任務並未完成。鼎湖山最出名的莫過於山泉，這也是讓果蒸粽口味更為甘醇的秘訣。少飛費了那麼多的功夫，無非是為了追求果蒸粽極致的口感。少飛家的老字號果蒸店就開在鼎湖山腳下。清晨的客人不多，少飛抓緊時間和媽媽一起拌料，準備製作。現在我拌的是五花肉，本地人最喜歡吃了。普通的粽子用長條的芒葉包成四面體狀，果蒸粽則必須採摘新鮮的中葉，包裹上本地生產的糯米，以及今年收穫的綠豆，肥瘦相間的五花肉，才算正宗。而這一切，少飛早已賴熟於心。13歲開始學包粽㗎啦。呢個粽咧就係陳朝時代就有㗎啦，成2000年歷史㗎啦。我哋屋企咧就有5代人都係包呢個粽㗎啦。蘇家從1989年開始專心做果蒸粽生意，創始人是少飛的父親蘇達榮。一個大男人做粽子，在當地遠不算體面，但沒想到堅持下來，竟然成了品牌。更意外的是，90後的女兒因自小在粽鄉中長大，對果蒸粽充滿了感情，現在居然願意繼承這份辛勞的手藝。78歲的老父親已經很少回店裡了。最近，少飛琢磨了一個新的果蒸粽品種，讓他回來指點一二。但我自己諗咗個咧，就係黑糯米、白糯米加蛋黃同埋紅豆。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？傳統嘅冇乜度都要呢個味都得，你就打得出呢個。起碼咧就將自己老豆一生咁辛苦做落嚟嘅果蒸粽業咧，就即係自己傳落去咯。呢個
個咧就係你嘅品種啦，呢4個都係我嘅。邵飞把自己和父亲的实验作品，连同今天包好的果蒸粽，一起送去蒸炉房。每只重达1斤以上的果蒸粽，将会用山泉水浸泡、大木柴猛火蒸煮的傳統手法，熬上8個小時。嗰啲粽咧，佢要大火，慢慢咁樣，一唔夠柴就要人加咯。每晚睇火咧都要望實個爐㗎。攞清水咧，要漂一漂，撇一撇啲油漬，淋一淋佢。咁呢果蒸咧就乾淨。回到店里，邵飞马上把昨天和父亲一起研發的新品種拿出來品嘗。哇，咁正啊！嗰啲椒啊嚇。好甘啊！哇，蛋黃喎。我啲蝦糯米真係好正啫。你覺得我個味道同你個味道係點咧？比呢隻咧個味道咧特別好食嘅，佢個味道咧係比較更香啲。佢依家攞紅豆嚟代替咯，唔係攞綠豆咯，起碼佢有種新鮮感咯。正宗啊！呢個湯羹正宗。甜糯米、嫩粽葉、山泉水，和自然相遇，善待自然，它就會回饋你美味的食材。邵飞以特有的活力和勤劳，守护家傳手作，守護童年安心感的家鄉味道。離肇慶500公里的梅州大埔，來自中原的先民長途跋涉，遷居至此，形成既有北方中州古味兒，又兼南方各地特色的飲食文化。僅僅小吃就超過200種，是手作美食的聚集地。邱怀玲做了30年本地小吃，因為手巧，成為了本地飲食界的名人。他最大的心願是把大埔美食推廣出去。女兒瑞丹也幫着媽媽加把勁兒。陽光唔來啊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做一個作為大埔小吃的傳承的，能夠一代一代的可以接下去。而且我覺得也有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做好大埔小吃文化城，是母女倆實現目標的第一步。開業前夕，邱懷玲特地來這兒試試新場地，同時要在這裡試試客家小吃裡最著名的老鼠板。因為老鼠板呢有它的訣竅，就是說要有熟的跟生的混在一起呢，去發酵呢，它會帶來一定的韌性。這個米還有個米香味，這個呢拆起來的時候要拳頭要用力，你的5指拳頭也要放下去。用蒸熟的米粉團做板婆的古老手法，在這個機械化時代，已經越來越少人使用。手工呢，因為它沒有忽略任何一個細節嘛，是要很用心，心用上去了，做出來的東西肯定就有不一樣。提供給客人來吃的時候，他們的口味的感覺感受，他們也會有不一樣的。邱懷玲把搓好的粉團放在特製的鉛孔板擦來回摩擦，一根根寸許長的板條從孔中鑽出，板條兩端尖，形似老鼠，因而得名老鼠板。說起邱懷玲做小吃，還得從30年前說起。那時邱懷玲剛從紡織廠下崗，為了生計開了一家小吃店。每天得做上千碗老鼠板，沒想到等着吃上一碗的顧客排成長龍。漸漸的，
这个传统手艺让他从小吃店做到当地唯一的4星级酒店。邱怀林的拿手小吃，除了亲民的老鼠板，还有以前只在春节才能吃得上的笋板。馅料就地取材，笋板的皮则是用当地盛产的木薯粉做的。相比用模具切割出整齐的板皮，邱怀林更喜欢和女儿一起用手去捏板。现在年轻人真的要会做这种板的已经是好少了。然后因为薯粉呢，它有一个怪脾气，真的太熟了不行的，太熟它就露馅了。我得好好保护我这个不能露馅。是啊，就没弄好看了，就这样。过年的时候也像北方一样，我们就包笋板也寓意着团团圆圆红红火火来一年。笋板形似饺子，是客家先民带来的中原饮食习惯，但南方不产小麦，聪明的大部人就把木薯、山芋等制成淀粉做饺皮。在大部乡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木薯，是制作小吃所需淀粉的主要来源。经过5道以上的工序，100斤木薯才能产出20斤淀粉。一有空，邱怀林就喜欢到处走走，去寻找优质食材。你看那边就有木薯啊，那一大块在挖的，那就是做薯粉的、做笋板的那个原材料。邱怀林想不到今天运气如此的好，没走多久就找到质量上乘的木薯，当即和农户谈起了买卖。我说阿伯，你能够收多少薯粉？你家里？我家里100多斤，都200斤。100多斤，200斤。那以后你收成了，我就跟你收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呢，看其他的农夫有多少，我们有多少收多少啊。就说有1万几千斤，也要，都能要都要的我跟你联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你就跟我联络，我也会跟你联络啊。可以。过年正是餐厅最忙的时候，邱怀林通常会提前和家里人聚聚。今天他准备做一道名叫鸭松羹的小吃，不过这道小吃和鸭肉完全没有关系。鸭松羹呢，就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，煮的时候要压，然后吃的时候一咬就断，所以它叫鸭松羹。做鸭松羹是个体力活，邱怀林的丈夫也过来帮忙。我们客家人认为它是，如果你有孝敬之心的，肯定会送上一碗鸭松羹。鸭松羹据说是古时候一名孝子根据老父亲口味发明的小吃，因其口感松软糯香、微辣香甜，一直以来被作为孝敬老人的名点。今天的家庭聚会当然也少不了鸭松羹。其他地方的小吃通常是宴席的点缀或闲暇时的吃食，唯独客家小吃可以自豪地自成一席，因为它们诞生于祖先筚路蓝缕的历史时代，几乎都是淀粉制成。首先的用途是充饥，每种小吃都历史感十足，背后的典故或记载着客家人的真善美，或记录着客家人的苦中作乐，将勤劳、智慧、坚韧的客家文化通过食物一代又一代传下去。番禺沙湾的王秀田一家也正守着上一辈留下来的手艺。每天清晨6点，王秀田和丈夫、大儿子都会准时来到水牛棚。
我哋總共係有4個牛棚嘅，大概係200零隻牛啦。我哋一日揸奶咧，就一日揸2次嘅，早上一次，下午一次。呢啲牛咧，主要係喺廣西啊、湛江嗰啲地方買翻嚟，平時唔揸嘅，有奶唔揸咧，佢唔揸少嘅。为了水牛的奶质，王秀田给牛喂的食物非常讲究。一年4季都有青草食，到冬天嘅時候咧，食得到甘蔗味啦。为什麼吃甘蔗尾產的牛奶會很特別呢？食蔗味嗰啲牛奶咧，又甜啲，又濃啲。原來，用甘蔗尾餵牛，有促長、增膘、泌乳量持續增長及潤肺止咳等功效。雖然對水牛的習性很了解，但在擠奶的時候，王秀田仍然會保持警惕。如果你揸得佢太緊咧，佢係唔願意咧，佢係唔流奶出，即係惡揸咯。如果佢願意咧，佢好易揸奶，唔使力嘅嘛。如果我哋一日揸奶咧，即係整場牛嚟講咧，2000斤多啲啦，真係好辛苦㗎。早上4點鐘就起身啦，做到晚黑11點至12點先有得瞓覺，係要好捱得辛苦，而且好有耐性先可以做到幾十年㗎。王秀田和家人養水牛幾十年，對牛感情很深，家裡幾代人都不吃牛肉。廣東全年潮濕多雨，而甜品是治療抑鬱、放鬆心情的好幫手。老廣們看重奶品潤的功能，尤其是雙皮奶是老廣最愛的小吃之一。王秀田做雙皮奶是在1982年。做新鮮的甜點，用最鮮的食材，一定是最費手工的活。王秀田說，一碗正宗的雙皮奶，奶必須是清晨擠的最新鮮的水牛奶，雞蛋是當地新鮮的土雞蛋，白糖要是當地產的，加上火候控制得當，雙皮奶才會有絲滑的口感。嗱，呢個皮幾厚嘅料係咪啊？咁咧就我哋就倒翻呢啲牛奶咯。牛奶香甜之外的另一層滑爽厚道，就靠奶皮。水牛奶含有較高的脂肪和蛋白質，更容易形成奶皮，因此是廣東雙皮奶的首選。倒出來的牛奶和蛋清混合，重新倒入有奶皮的碗裡，之後就要放入蒸籠裡蒸。10分鐘之後，入口香滑、口感細膩的雙皮奶就完成了。而一碗正宗的薑撞奶，從選料到做法，同樣不能有任何差池。我哋呢度係買嘅係廣西嘅靚黃薑，嗰種薑味啊濃啲啊。嗱，你沖落嗰個時間咧，一沖就沖到佢夠滿嘅嗰隻碗。一碗香氣濃郁的薑撞奶，秘密就在於撞，奶和薑各位協調，平衡的恰到好處。同時撞的過程要一氣呵成，防止空氣進入，並且不能沾勺。最靚嘅薑撞奶就係你拿起個匙羹，下邊咧就係冇黐匙羹嘅，嗰碗薑撞奶就係最靚。王秀田一家人分別在奶牛場和甜品店裡照管，雖然距離很近，但是1年下來很難團聚在一起。
3年来第4餐。身體健康。今天是王秀田的生日，一家人也算是找到一次团聚的机会。靠着手工制作的奶制品，王秀田和家人的生活也越来越甜。也许，这味平价的甜品不仅让身体吸收糖分产生愉悦，更是双皮奶柔和的，像妈妈温柔抚摸般的口感，让老广们产生了一直的依赖。